but Sam hasn't taken this line. Oh, he has made the call. Sam is going to win this ace-9. What an incredible run from one big blind when there were 5 players all the way through to this heads-up with Sergio. 很多人认为世界顶尖牌手一定都充满自信，甚至觉得自己的技术无人能敌。但今天这位主角却完全相反，即使生涯累积比赛奖金将近4000万美元，他依然认为自己还没有厉害到值得别人崇拜。他就是加拿大职业牌手 Sam Greenwood。虽然他一直都很谦虚，但光是从这手牌就足以看出他的技巧与大心脏。他拿着6-5在 UTG 开局，后面3位玩家陆续跟注，翻牌3-3-2，2张梅花，他只有卡顺听牌，而其他3位对手分别拿着超对、同花听牌以及 A 高加顺子听牌。超对率先打一枪超过半尺，其他2人都跟注，没想到他也继续跟。转牌梅花 K， 同花完成，他的胜率直接归0。但此时4位玩家都选择过牌，河牌再掉下一张梅花 J， 面对17万的底池，他突然下注7万，这一枪看起来就像是拿着同花在价值下注。结果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拿着同花10的玩家弃牌，拿着同花7的玩家也跟着弃牌，至于 A 高的玩家更是直接秒盖牌。就这样，他拿着全场最差的牌，一枪把3位对手全部打跑，成功收下这个17万美元的巨额底池。这就是他可怕的地方。当所有人都在比牌力时，他比的是对人性的理解。他之所以接触扑克，其实是受哥哥的影响。小时候，他和兄弟都认为，只要在游戏中获胜，就是比较聪明的人。而哥哥当时在线上扑克赢了不少钱，因此 Sam 一直都很崇拜哥哥。后来不只是他，连双胞胎兄弟也都成了职业牌手。早年的 Sam 也和许多玩家一样，十分崇拜 Tom DeWan， 甚至认为自己永远达不到他的境界。Tom DeWan 那些天马行空的打法，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直到 Solver 时代来临，一切都变了。当 Sam 开始利用 Solver 研究牌局，他突然发现许多 Tom DeWan 当年的打法其实过于激进，甚至笑着形容，如果放到今天，简直像条鱼。这并不是因为 Tom 变弱了，而是整个扑克世界都进步了。而 Sam 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惊人的记忆力，他能快速记住 Solver 建议的策略，并把这些理论真正运用在牌桌上，也因此他成了 Solver 时代最成功的牌手之一。但真正让人佩服的不是他的技术，而是他的态度。很多扑克 YouTuber 只会分享自己最精彩的牌局，把每一次成功都剪成英雄时刻。Sam 却完全相反，他更喜欢公开自己打错的牌，因为他认为只有失败才是真正能进步的地方。像这手牌，他在庄位拿着 J8 开局，大盲则是鼎鼎有名的 Linus Rolliger， 对手拿着6-2跟注，翻牌9-3-9，两张方块，此时他的胜率高达 84%， 没想到双方却都选择过牌。转牌2， Linus 击中了1对2，率先开出一枪，他选择跟注。河牌8，他也击中了1对8，面对11000的底池， Linus 只下注小小的2500，他认为自己可以榨取更多的价值，于是加注到11000。没想到 Linus 突然反加注到48000，一瞬间局势完全反转。他思考了很久，最后竟然把1对8盖掉。而事后证明 Linus 这手牌根本只有1对2， Linus 是把最弱的牌硬生生打成了炸胡，而 Sam 竟然把领先的牌给弃掉了。
这手牌也引发了不少讨论，有人认为他在翻牌就应该持续开枪，也有人认为和牌面对小注跟注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加注很难让比自己更弱的牌支付价值。当然，扑克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答案，也正因如此，这才是一手值得反复研究与讨论的牌局。他也分享了一个很多职业牌手都会遇到的问题，例如和牌对手突然打一个超大注，明明知道对方过去几乎从不 bluff， 可是如果自己只需要 25% 的胜率，是不是仍然值得抓炸？最后很多人还是会忍不住按下跟注，然后撞上钢板。他认为真正可怕的不是输掉这一手，而是因此产生情绪，开始影响之后每一个决定。Sam 认为每位职业牌手都会经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犯的是知识上的错误，因为不知道所以打错。第二个阶段开始犯执行上的错误，明明知道正确打法，却因为金钱压力、资金管理或生活因素没办法照着理论去做，到了最后真正的敌人就变成了自己的情绪。第3个阶段自负与自我怀疑，当你认为自己明明比对手强，却一直输，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并且变得自负，甚至讨厌扑克，认为扑克这游戏就是故意跟自己作对。这时候很多职业牌手反而不是技术退步，而是心态出了问题。 Sam 给出的建议也十分有趣，如果你一直输，那就暂时降低级别，去打一场自己更有把握赢的比赛，因为有时候一场胜利比一直逼自己打最高级别更能找回自信。他始终相信拥有长期目标是一件好事，但短期内有时候更需要停下脚步，重新充电，重新找回赢牌的感觉。毕竟有时候扑克就是这么残酷，不管你的技术多么高超，遇到冤家牌还是只能认输。来看这手牌，他和 Phil Ivey 进行一场短牌对决。这边简单说明一下，短牌和一般德州扑克玩法大致相同，只是移除了2到5，整副牌只剩下36张。另外，短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同花的牌型比葫芦还大。这手牌，他在大盲拿着 K8 入池，翻牌 AQ8 2张梅花，面对 Phil Ivey 的下注，他带着同花听牌选择跟注，转牌 A， 双方都过牌，合牌梅花 J， 他成功完成了最大的同花，几乎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牌。正常情况下，他唯一会输的只剩下一手牌，就是 AA 组成的铁支，偏偏 Phil Ivey 拿的就是 AA。Phil Ivey 在70万的底池下注40万，他毫不犹豫加注到195万。Phil Ivey 思考了一会，直接推出 All In， 而他几乎秒跟。摊牌瞬间，全场才发现，他真的撞上了那唯一会输的组合。就这样，所有筹码一次送光。这就是扑克最残酷的地方。有些牌并不是因为你打错了，而是无论换谁来打，结果都很难改变。最后 Sam 认为，有些人只享受打牌的过程，甚至不需要好的结果，但这种人非常少。绝大多数的人都需要胜利，也需要别人的认可。而 Sam Greenwood 或许没有 Tom DeWan 那样充满戏剧性的打法，也没有 Martin Kelleher 那样高调的个性，但他用一次又一次的锦标赛成绩来证明，真正的世界级牌手比起赢下一手牌，更在乎的是如何让自己10年后依然站在世界顶端。最后再来看这手牌，对手在庄位拿着 K5 开局，他则在大盲拿 J4 防守，翻牌3-3-4，他击中了一对4，选择先过牌。对手在11万的底池开出2万5的小注，他思考片刻，直接加注到7万，对手跟注。
还是应该大概率的。转牌2， That's a good card for him. 他继续开枪，对手依旧跟注。本来很可能就不信 Greenwood， 这几点加在一起啊，河牌10，后门同花完成，他选择过牌，没想到对手在42万的底池直接推出40万的 all in。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他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对手到底是拿什么牌，一路跟到河牌。如果是超对，在后门同花完成的情况下，真的敢推出这么大的价值下注吗？如果是同花，又真的扛得住翻牌面对加注的压力，一路跟到河牌吗？时间1分1秒过去，他一度把手伸向自己的牌，犹豫着是否该弃牌。最后，他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按下跟注。摊牌瞬间，对手只有 K 高，他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抓炸。这或许就是 Sam Greenwood 最可怕的地方，他不一定每次都抓得准，但当他决定按下跟注时，往往都有足够的理由。也许他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赢下多少冠军，也不是赚了多少奖金，而是即使站上世界顶尖，他依然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愿意检讨每一次失败，因为他知道真正决定一位牌手高度的，从来不是一手牌的输赢，而是不断学习与修正的能力。这或许就是他能常年站上世界顶尖的原因。